我是瓜皮儿。闪电侠第4季前情提要：在马修从良之后，巴士12人只剩3个。为了对抗敌我，威尔斯研发了智力增强器，智商瞬间占领高地，判断出了拉尔夫以外的最后2个人珍妮和高斯。与敌我的决战随时会爆发。白瑞突击训练拉尔夫的临场能力，拉尔夫一直处于我行我素的状态。不正经的拉尔夫 style 让白瑞头疼的不行，他甚至怀疑拉尔夫早期是不是说相声呢？威尔斯虽然推断出了最后2个人的名字，但却找不到他们的位置。高斯自打白瑞逃出神速力之后就消失了，珍妮在警局的档案都已经10几年没更新了，最后查到的只有他不久前作死的照片。关键是威尔斯对智力增强器已经有了依赖，现在他一天不戴就浑身难受。老岳父忽然凭空出现，掐着希斯科的脖子求他帮帮忙。不久前他去单挑上百个吸血鬼，马上就要获胜的时候，震波能力突然萎了，非但没成功，还差点死了。他赶紧找希斯科来帮帮忙，如果成功了，老岳父答应希斯科让吉普赛多多过来陪他。另一边，敌我的新身躯最多只能坚持1个星期了。被抹除记忆的玛丽兹立马准备升级下轮椅，却发现轮椅早就有人准备升级了，他只需要完成接下来的部分。而敌我一直没有告诉他，哭泣男早就已经死在自己手里了。晚上，珍妮悄摸走到了博物馆的运输仓库，轻轻一摸，价值不菲的运输箱无视地心引力飞上了天。我说快来人压住叉叉的棺材板啊！管理人员报了警。第二天，白瑞和拉尔夫悄摸来到现场。虽然现在已经不是警察了，但白瑞成为了拉尔夫事务所的2把手，以私家侦探的名义调查着线索。拉尔夫正准备偷偷拿走指纹，一不小心碰碎了另一个罐子，顺便甩锅给白瑞。Alan, look what you did. 这会儿玛丽兹正忙着升级轮椅，不小心摔碎的水杯让他发现了不对劲儿，水里居然含有其他物质。分析后发现居然是哭泣男的眼泪。玛丽兹赶紧为自己做了体检，心率过快，瞳孔多次放大，血液里含有大量镇定剂。他查到了哭泣男眼泪的真正作用，让人感到十足的幸福感。为了防止自己下次被利用，玛丽兹记录下了所有事儿，提醒自己找机会逃出去。刚存上档就发现自己已经记录了几十次。迪沃早就发现了他内心的不忠诚，所以每次用完眼泪后会额外利用多米尼克的心灵感应消除疑虑。他抢走这2项超能力最大的目的就是拴住玛丽兹。另一边，因为拉尔夫的冒失，2个人已经被警方禁止进入现场。威尔斯戴上头盔，查到了珍妮当天拜访过厄尔。白瑞和拉尔夫登门找人，拉尔夫扮成了乔的模样，公报私仇，冲着厄尔一顿发泄，成功逼出了厄尔的秘密。他一直在帮珍妮销赃。珍妮眼看藏不住了，立刻跳下屋顶，轻轻一摸，把白瑞变成了气球。现在白瑞必须待在有房顶的地方。戴上头盔，威尔斯开始计算白瑞的质量和暗物质的衰减等等，得出结论，白瑞马上就摔下来了。拉尔夫这边还不忘调侃一句，落地10分。白瑞这下彻底怒了，拉尔夫总是这样不正经，大伙儿只是想保住他的命而已。最后白瑞不得不把拉尔夫暂时踢出任务。希斯科还在为老岳父做各种检查，在凯瑟琳的帮助下发现了答案。老岳父太老了，身体已经扛不住震波能力了，可希斯科不敢说出真相啊，还能不能再见到吉普赛放一边，自己有可能被扒了皮。顺便拿了钙片就让岳父按时吃。为了骗过岳父，希斯科给自己下了不少戏。珍妮的抢劫活动引发了警报，威尔斯熟练地戴上头盔，分析出了最好的解决办法。白瑞只需要快速移动到人类看不见的频率，珍妮就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。计划的确奏效，珍妮瞬间被戴上了抑制手铐。可他有 B 计划，他提前让一辆车飞上了天。2个选择，白瑞选了救人，趁着汽车还没有落地，白瑞冲上大楼救下了司机。回头再看珍妮早就跑了。威尔斯把责任怪在了头盔上面，他觉得头盔还能再强化一次，人家迪沃可是算出了每一种突发情况。艾瑞斯终于发现了事情的根源，白瑞把拉尔夫逼得太紧了。虽说是拉尔夫经常玩自己的不正经 style， 但他每次都能完成任务，这也许就是他的作战方式。白瑞反思了自己，希斯科发现老岳父突然消失了，震波了下药瓶，才发现他已经找吸血鬼单挑去了，震波都使不出来，和送人头没区别。希斯科赶紧过来救走了他，这下希斯科的谎言被老岳父识破了。希斯科说出了实情，老岳父失望地离开了。拉尔夫这会儿正忙着吃零食，白瑞向他道了歉，自己逼他太紧，全都是因为迪沃逼自己太紧。拉尔夫其实很不容易，他既没有乔那样的超级老爸，又没有艾瑞斯那样的贤妻良母，从头到尾就是一个人苟延残喘，只能假装不正经来掩饰自己内心的恐惧。哥俩还在谈心的时候，珍妮又开始偷东西了。白瑞和拉尔夫一起赶了过去，但珍妮学会了新技能，一巴掌呼地上，打算让所有人上天。白瑞赶紧带走了所有市民，刚停下脚步就发现背后一凉，白瑞被送上了天。没有房顶的辅助，白瑞直接飞向了大气层。
拉尔夫卯足了劲儿也没抓住白瑞，现在必须使出拉尔夫 style 了。白瑞在天上告诉拉尔夫想怎么做就怎么做，拉尔夫直接伸长胳膊悄摸给珍妮戴上了意志手铐，自己吹满了气儿变成了气垫，迎接坠落的白瑞。就连白瑞也只能感叹666啊！珍妮被抓进了超能监狱，现在还差最后一个高斯。今晚拉尔夫也给白瑞上了一课，有时候即兴发挥才能让敌人意想不到。希斯科因为老岳父的事儿心不在焉，老岳父穿着一身夏威夷套装走了过来，希斯科的话让他顿悟了，自己该收枪卸甲了。退休以后准备去地球47养霸王龙，他希望希斯科能继承自己的地位，变成多元宇宙里令人闻风丧胆的穿梭者。另一边，迪沃的新身躯最多只能再坚持1个星期了。被抹出记忆的玛丽兹立马准备升级一下轮椅，却发现轮椅早就有人准备升级了，他只需要完成接下来的部分。威尔斯这边为了让智力增强器发挥最大的效果，他来到了斯旺的密室，准备加入暗物质。为了寻找最后一人高斯，白瑞、拉尔夫来到了废弃的巴士上，通过扫描仪，他们发现了高斯残留的暗物质。拉尔夫也回忆起了当初自己在车上的场景，因为没带零钱，差点被司机赶下去，还是包斯帮忙垫了车票。而且高斯残留的暗物质在案发后的1秒就消失了。威尔斯破了戒后立马有了效果，他根据伊兹的声波能力研发了一个魔法棒，能被迪沃利用的材质通通都没用，就是一根绿色环保的艾米级别魔法棒，一击下去就能把迪沃打成残废。再来一下，迪沃立马原地暴毙啊！而且威尔斯还写出了一种算法，能够判断迪沃下一个传送位置。大家还以为威尔斯偷摸吃了一顿老白金呢，只有乔感觉不太对劲儿，他发现威尔斯已经离不开帽子了，这可不是什么好事。凯瑟琳这边开始时不时的和冰霜杀手互动，每次变身都会留下纸条便于交流。凯瑟琳也越来越喜欢冰霜杀手了，威尔斯的算法立刻起了效果，口袋维度马上将在城市中打开，打架能手全都赶了过去。白瑞还带着魔法棒，一副要鱼死网破的架势，口袋维度准时打开，走出来的男人却是高斯，吓得高斯立马跑了回去。这一下终于知道高斯的超能力，他能随时随地打开口袋维度，但他们还是无法判断下一次出现的是迪沃还是高斯。不过这一点威尔斯早就料到了，他写了一个新公式，排除了所有迪沃的传送点，大幅缩小了搜查范围。这下乔更加深信这帽子早晚出事儿，他追上去询问了一下威尔斯的使用频率，心里已经100%确定威尔斯上瘾了，但威尔斯发誓自己没有用过暗物质，乔也只能作罢。乔离开之后，威尔斯赶紧注射了暗物质，殊不知乔在角落里看了个正着。白瑞带着凯瑟琳、拉尔夫来到了高斯经常活跃的地方，这片小树林里所有人都知道高斯，这家伙无处不在。分头行动时，凯瑟琳看见了高斯，白瑞立马擒住了他，还没多问，小日子过得不错的武士一刀刺穿了凯瑟琳的肩膀。白瑞解决到武士后，赶紧带着凯瑟琳回去治疗，拉尔夫则负责把高斯带回去。好在冰霜杀手能自愈，凯瑟琳一点事没有，但拉尔夫却觉得一点也不好。如果刺穿的是凯瑟琳的心脏，那冰霜杀手也救不了他。他不想让身边的人置于危险，他打算找机会杀死迪沃，为此还和白瑞大吵了一架。拉尔夫默默地吃着零食，高斯是一个比拉尔夫还逗逼的人，两个人很快就聊到了一块儿。高斯还说起了自己第一次进口袋空间的景象，一间冒着蓝光的大屋子，一个秃子跟一个叉教授一样坐着轮椅，想起来他就想笑，还有一个身穿白大褂的女士，以及一个小日子过得不错的武士。还没说完就被拉尔夫打断了，这不就是迪沃的老巢吗？直接让高斯把自己送进去捅死迪沃不就完了。另一边威尔斯大发雷霆，还把希斯科的企业号砸了个稀巴烂，因为他的智力增强器丢了。两个人差点打了起来的时候，乔走了过来，威尔斯已经病入骨髓了，乔只是想阻止他遁入黑暗。这边拉尔夫正准备让高斯送自己进去，白瑞就走了出来。实验室到处都是监控，白瑞可不想让拉尔夫过去送死，可拉尔夫倔得像头驴，直接把魔法棒塞进了自己橡胶般的身体里。白瑞也不多逼逼，冲过去就是一招铁拳重击，把拉尔夫活活打晕了过去。醒来后，拉尔夫才冷静了下来。白瑞告诉他不能迈出杀人这一步，如果他愿意，迪沃早就死了，谁还能快过闪电侠呀？拉尔夫根本不听，只有跟除了迪沃，才能保护自己身边的朋友。这群朋友是他最后的财富，劝也劝不了。白瑞准备召集所有人一起去趟迪沃老巢，这件事儿不能告诉拉尔夫。高斯启动了口袋维度，白瑞进去第一件事就是敲击了魔法棒。然而这都是迪沃精心计划的调虎离山。迪沃此时已经来到了实验室，黑柱系统关闭了实验室所有出口，实验室就只剩一群手无寸铁的普通人。众人炸开一个缺口就准备离开，乔单挑日本小武士来拖延时间，威尔斯和艾瑞斯去找别的办法。警报一响，拉尔夫就猜到了迪沃的目的，而他也等候多时了。迪沃利用米娜加狼丁的技能召唤出一头霸王龙，这个老对手简直就是拉尔夫的噩梦啊！其他两个人也分别遭到了阻止。
人妻之间的决战正式展开。玛丽兹一顿哈撒哈撒痛，捅得艾瑞斯生活不能自理啊。威尔斯也准备放手一搏，他往智力增强器里注入了所有暗物质，一阵电疗后，威尔斯晕了过去。拉尔夫这边正迈着40米的大长腿逃命呢，沙包大的拳头给霸王龙打成了罢工龙。在他离开的这段时间，高斯、马修、珍妮等人已经被敌沃杀害。拉尔夫现在是最后一个目标，硬刚拉尔夫根本不是对手，体内还存有魔法棒的印记。拉尔夫 3D 打印了一个同款，一棒子下去，敌沃就只剩半条命了。再来一下，敌沃必死无疑。此时艾瑞斯使出了伤敌1000，自损800，把玛丽兹给打回了口袋维度，顺势放出了白瑞他们。超级老爹乔早就把日本小武士的头给砍了下来，众人直奔拉尔夫的位置。让白瑞惊讶的是，拉尔夫并没有杀死敌沃，而是给他戴上了意识手铐。拉尔夫没有让白瑞失望，但他们忘了一件事，贝基的厄运导致手铐没有铐上。白瑞被珍妮的逆向能力压得动弹不得，眼睁睁看着拉尔夫被敌沃一点一点吞噬。拉尔夫临死前感谢了白瑞所做的一切，现在这具无敌的身体完全能够驾驭所有的超能力，敌沃已经无敌了。他精心计划了每一种超能力，目的就是应对所有突发情况。现在就算是超人和绿箭侠来了，也只有挨打的份儿。对抗中，敌沃利用马修的能力抹出了冰霜杀手，他已经赢了，8世12人全员暴毙。拉尔夫的死给了白瑞最重的打击，他甚至不想跟艾瑞斯 talk 了。苏醒后的威尔斯变得有点笨，他查不出凯瑟琳任何异样，还是希斯科发现了冰霜杀手的消失。城市里下着瓢泼大盆，白瑞一个人慢悠悠地打扫着拉尔夫的办公室。艾瑞斯跟了过来，白瑞果断告诉他，别跟我 talk 了，我想静静。给拉尔夫倒上了一杯酒，白瑞转身离开了办公室。敌沃这边2个人还在干杯庆祝。拉尔夫的能力还有一个好处，就是可以变成敌沃最原本的样子。离开实验室前，敌沃顺势偷走了威尔斯的暗物质，现在闪电侠小队不堪一击，事情一字不差的按照敌沃的剧本走着。我是瓜皮儿，我们下期见。